你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主播小静。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认识商业》。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3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本书的作者有3个人：威廉·尼克尔斯、克姆·麦克休和苏珊·麦克休。他们既是商业界的翘楚，又是教育界的专家。其中，威廉·尼克尔斯教学经验超过30年，曾4度获颁杰出教师奖，可以说基本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吴晓波曾经对这本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这本书按照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从求职或立志创业开始，如何理解企业的原理与运作规则。与一般意义上的教材不同，本书抛弃了枯燥的理论与公式，以尽量干练的文字和大量丰富的案例组合，完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商业普及及教育。下面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很多，今天我们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挑选3个重点内容为你解读。这3个内容分别是找准突破口、低成本激励和灵活变通。先来看看找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进入商业的方向。创业者可以通过分析自身的优势，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最赚钱的路子，以小企业的方式切入商业。创业首先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选择创业方向的时候，最好从爱好或精通的领域出发，对自己进行理性评估。在分析优势劣势的同时，寻找突破口，多问问自己：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该干什么？因为这既是创业的战术问题，又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认清自己是第一步，接下来就要寻找切入商业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在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最赚钱的路子。选好突破口，不但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应该从哪里突破呢？认识商业中说，成功的创业者要懂得发现身边的问题，也就是用户的痛点，然后把它们变成机遇。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隐藏着商机，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得出结论。凡是赚钱的项目都是最平常的，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最赚钱的路子，这是创业者首先要具备的商业思维。如何发现问题并找到商机呢？认识商机就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这就是美国创新专家沃伦·贝格尔提出的绝佳提问3阶段模式。首先问一下，为什么用户会有这样的痛苦？然后再问一下自己，假如我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产品，用户会满意吗？会有惊喜吗？会买单吗？最后再问下一步如何做才能实现这样的设想。这个逻辑与产品设计的逻辑基本相同，都是找到用户痛点，然后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采取措施将设想变成现实。在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现在 WiFi 应用很广泛，很多人家里都开始使用路由器，但是安装路由器的时候设置非常麻烦，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小米公司发现了这个令用户苦恼的问题后，就研发了创新产品小米路由器。其实功能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设置非常简单，只需要进行3步傻瓜操作，就可以轻松完成设置。因此，小米路由器一上市就受到用户的热烈追捧。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业路子，那接下来需要做到的就是找到正式进入商业界的载体。最合适的载体就是小企业。小企业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更好地了解消费者，以及快速使用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能力，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船小好掉头，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以及快速的反应。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一个内容，找准突破点。创业之前要通过分析自身的优势，找到自己的主场，然后使用绝佳提问3阶段模式的方法，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最赚钱的路子，
以小企业的方式进入商业。接下来再说说低成本激励，用较低的成本投入，最大限度地提高初创企业员工的敬业意识，激发主观能动性。人是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对企业中的人进行有效的激励，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认识商业中介绍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以及麦格雷格的 X 理论和 Y 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方法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有形待遇、无形激励。工资、待遇、奖金、股权等等都属于有形待遇。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很难在有形待遇方面提供更多资金，毕竟发展才是第一要务。有限的资金要用在企业的未来发展之上，更何况高工资、高待遇也未必能够激发员工内在动力，甚至还会出现留不住人的现象。比如富士康员工的福利待遇在当地属于很高的水平，但仍然出现员工跳槽的现象。初创企业虽然不能在工资待遇等有形待遇上做文章，那只能在无形激励上下功夫，用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激励效果。无形激励是指利用共同愿景、自我价值实现等方法，最大限度满足员工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从而达到低成本激励的目的。认识商业提高了很多低成本激励的方法，我们把它归纳为4激励法，分别是共享共同愿景、实施价值激励、给予充分授权、实施信任激励、打通沟通渠道、实施融合激励、及时赞美奖赏、实施荣誉激励。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分享共同愿景，实施价值激励。共同愿景是企业中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未来目标，是每个人都愿意将精力和时间为之付出的共同景象。这个目标可以是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也可以是造福人类的义举，只要能够得到团队成员的一致认同即可。对初创企业来说，一支有着共同信仰的队伍更容易焕发出蓬勃的力量和向上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无需投入过多的资金，所以初创企业的领导者一定要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时刻与员工分享，让团队里的每个人时刻都在愿景的激励下，愿意为这个共同愿景主动投入。说完分担共同愿景，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方法，给予充分授权，实施信任激励。信任是加速人体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比努力更为重要。只有在信任基础之上放手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主动能动性和创造性，有时甚至还可超水平发挥，取得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成绩。具体操作中，初创企业可以将具体工作进行分解，把工作指派给某个人，让他有机会从头到尾完成一项明确的任务，并为成功完成任务而承担责任，让他从自主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个人成就、挑战和肯定的机会。比如，小家电制造商美泰格公司重新设计了洗衣机的生产过程，让员工可以组装整个抽水马达，而不是一小部分。这样一来，每个参与组装的员工都有了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均得到了明显提升。克莱斯勒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伊顿被问及公司当年的营业额是如何增加了 246%， 达到37亿美元时，他回答道，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回答的话，那就是授权。由此可见，信任激励的巨大威力。除了价值激励和信任激励之外，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法，打通沟通渠道，实施融合激励。融合激励就是要打破组织内影响沟通的所有障碍，让员工可以自由表达观点，在组织内部实现沟通顺畅，有效融合员工创造力和执行力。员工接触到丰富的信息，感到自己的确是公司的一份子，因而表现出色，生产效率极高。管理者通过这些工作，集中了解了员工们的意见和想法，并且使整个公司的内部沟通保持顺畅。
也才能避免因主观武断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可以采用一个房间集体办公，摆设大餐桌，让组织成员一起就餐，举办公司远足活动等等，促进管理者与员工间的深度融合。最后，我们再来看第4个方法，及时赞美奖赏，实施荣誉激励。激励不一定很困难复杂，它可以从肯定员工的工作开始。当员工完成了某项工作时，最需要得到的是上司对其工作的肯定。上司的认可就是对其工作成绩的最大肯定。对员工的出色工作，要进行公开的赞美。赞美能够使员工对自己更加自信，对工作更加热爱，同时也能够鼓励员工提高工作效率。要通过赞美让员工知道你欣赏他们的工作，这通常比只是表扬或发奖金效果更明显。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第2个内容，低成本激励。下面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灵活变通，果断决策，理性应对危机。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选择，也没有永远不会亏损的项目。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创业既艰苦，风险又大，许多事情都属意料之外。要面临的风险不仅有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行业环境，还有决策因素、管理因素，甚至还有不可抗力因素等等。其中，对创业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市场，因为市场永远都是风云变幻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变通是创业者的必备素质之一。作为创业者，要时刻关注市场的最新动向，关注行业最新科技的发展，从中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时做出调整。变通是思想和动机的转变，最终的落脚点还在于决策。决策是否正确，直接决定了变通的方向是否正确。如何在危机来临时做出理性的决策？认识商业一书认为，理智的决策模式是管理者按照一定的步骤做出符合逻辑的明智且判断精准的决策。这些步骤总共有7步，被称为7D 决策法。第一个 D 是定义，说明问题；第2个 D 是描述，收集所需要的信息；第3个 D 是开发，找出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4个 D 是达成，需要得到参与者认同；第5个 D 是确定，选出最佳可选方案；第6个 D 是执行，果断地执行所选择的方案；第7个 D 是判定，对做出的决策好坏进行评估判断，然后持续进行。以上就是认识商业的主要内容。感谢关注陪你读书，欢迎点赞分享，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我是主播小静，我们下期再会。